你玩过这种真人版的密室逃生吗？6人来到了极其寒冷的密室，仿佛穿越到了北方。此时注意看地上的这个打火机，眼镜男正准备去捡起，突然，眼镜男狗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6人分别同时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快递。众人打开，里面是一个黑色魔方的盒子，他们好奇捣鼓了起来。解开发现里面正是逃生游戏的入场券，而成功逃生的人将获得1万元马镁。第2天，众人就来到了指定地点等待指示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人物的职业。首先出场的是大漂亮退伍军人，中年大叔卡车司机，小黑股票经理，眼镜男游戏发烧友，小美高材生1名，小帅则是一个普通打工人。很显然，智商最高的是小美，而小帅只是个街溜子。一边的几人开始尬聊起来了，小帅则想出去抽口烟，咔叽一声，门把手直接就给拽手里了。小帅尴尬挨斗饭了。此时的眼镜小哥已经意识到第1关游戏已经开始了，他开始兴奋了起来。他观察了门锁上刻着烤箱温度表，注意这个细节。众人则开始寻找线索。中年大叔在书籍中找到了螺丝刀，而小美却注意到了书名写着画是451度。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尝试着将刻度表转到451的刻度。糟糕的是，上方出现了红色的灯管，房间内开始升温。小黑调侃道，自己可能需要来个防晒霜。此时众人没有一丝头绪。大漂亮想要得到工作人员的提示，而工作人员却只是一直重复着一句接待语。小黑发现了玻璃上有锁，小帅他提议直接把门砸开，上去就把灭火器给薅了下来。小帅才发现这尼玛竟然是个塑料做的，气得一把就给扔地上去了。四周的柱子也出现了红色灯管，温度再次上升。而一边的小美却注意到了灭火器上面竟然插着钥匙，他们将玻璃门打开，却发现是个假人。此时电话却突然响起，内容是让他们遵守已发布游戏规则。大家也是一脸懵逼。此时四周被封闭，进入了密闭的空间。随着温度上升，房间已经变成了烤炉，大家也开始神色慌张。小美无意中看到了一处标语，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杯垫。她立马跑到了茶台上，将一个杯垫按了下去。随后墙上的画上升了1格，出现了一个通风管道。要想全部升起，原来必须6个杯垫同时按住。小黑以身试险，第一个爬了过去，确认是下一个入口。为了让所有人都能通过，小美心生一计，想到将杯子装上水，放在杯垫上，而每杯水也被设计好了倒满，才有足够的压力。而最后一杯水却没有了。此时头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燃气灶，在这危急时刻，小帅才想起自己带了酒瓶，将酒倒了进去。这2人也是心大，就不能随便找个东西压着吗？随着火焰的袭来，一切都化成了灰烬。幸运的是，几人成功来到了第2关，几人都被吓坏了，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。而眼镜小哥仍然沉浸在这种真实的游戏体验感，无法自拔。大漂亮问眼镜男事先偷藏进来的手机，准备拨打求救电话。不出所料的是，并没有信号，几人只能继续游戏。小黑在麻袋里成功找到钥匙，成功解开。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原来上面还有第2把7个字母组成锁。此时中年大叔看到了上面的一行字，写着你一定会被载入史册。小帅看到这一幕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和好友出去游玩，车上大家一起唱的歌，正好有这句歌词。小黑按着这个歌名，你是我的小苹果，成功解开钥匙，来到了第3关。出来，众人却来到了一个冰雪世界，而后面的木门也被锁死。一旁的温度计提示已经来到了零下1度。眼镜小哥兴奋地向前走了起来，他一头就被什么撞倒在地。突然地上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声音，大家也是吓得不敢动弹。眼镜小哥还作死地往地上捶了几下，告诉大家没事，只是个游戏而已。原来这是一个封闭4D 真实场景。而就在此时，下面的风口打了开来，一股刺骨冷风席卷而来，众人才意识到要赶紧寻找线索。大漂亮找到了一些物质，小黑在另一端发现了一扇铁门，又来到了找钥匙的环节。小美发现了木条上写着没有真正的北方，这似乎在暗示着什么。糟糕的是，物质里面只找到一件红色的大棉袄，而这里有6个人。机智大漂亮建议几人轮流穿上。此时的小帅不小心一脚踩空，地上出现了一个冰洞，他吓得赶紧抽口烟准备压惊。小美却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个指南针，她随即想到了此前的标语没有真正的北方，她跟随着指南针向北方向，找到了一头北极熊，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线索，原来是一个磁铁。另一边的中年大叔找到了垂钓，他们将磁铁挂在垂钓上面，随后一个沉重的冰盒子被拉了上来，里面可以清晰的看到钥匙就在里面。可是怎么将冰块弄碎将它取出来呢？他们尝试着将它朝着树上砸了几下，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。此时他们才想到小帅有打火机，小帅把火机直接扔在地上了。眼镜哥走了过去，将火机捡了起来。突然眼镜小哥饮恨当场，大家才发现这是一个真的游戏。此时几人开始起内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帅是个内奸。此时小黑冷静地分析道，尽快逃离这个密室才是生存下来的准则。几人用了最原始的方法，人工加热，也是在最后成功的拿到了钥匙。来到了第4关，众人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仔细看，这个酒吧是镜像倒置的。此时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中年大叔接了电话，突然一阵刺耳的低鸣的声音传来。小黑再次发现了一扇门，却没有门把手。
中年大叔似乎发现了上方的台球桌，没有8号球。就在此时，天花板却掉了下，小帅及时发现，抓住了他。这要是掉下去，可能魂都没了。大漂亮开始展示自己才艺，眼见他一个功夫就爬上了吧台，发现了4位数字的密码箱，这又将是一个新的线索。而一边的小美也发现了墙面画框是一个拼图，中年大叔也走了过去，两人分工干活。小美开始了拼图，突然小黑脚下的天花板也开始掉落，还好及时抓住了上面。小帅眼见不妙，也来到了小美身边，果然跟着智商高的人才有安全感。此时小美也完成了拼图。中年大叔发现了其中的奥妙，原来对应的颜色图案就是桌球的颜色，而数字就是密码。大漂亮按照顺序输入5188，糟糕的是密码并不对，下方的天花板再次掉落，三人只得紧紧抱住了相框。不幸的是，由于三人体重超过了画框的能承受的重量，随后倒了下来，几人也是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小美决定爬到另一边过去，突然小美晕了过去，脑海里闪现起了自己亲历坠机事件，还好小黑及时把她救了起来，她才意识到密码也是倒置的。随后大漂亮输入密码8815，成功拿到了门把手，而因为下面的天花板仅剩一块，另一端的大漂亮不得不通过台球桌攀爬过去。她顺着桌边开始移动，此时由于体力透支，她准备换个姿势，可是她似乎忘记了球形门把手在自己的裤兜里，顺势掉在了天花板上，即将滚落下去。大漂亮不得不选择跳了下去，成功将球抓住。而此时响声突然再次响起，他顿感不妙，立马将球扔给了小黑。他纵身一跃，抓住了空中的电话。不得不说，这电话线的质量是非常的好。一边的小帅向他伸出了球杆，大漂亮因为体力不支，已经陷入了绝望。随着电话线的断落，大家只能绝望无助又惶恐地看着这一切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，而是真正的逃生。来到第5关，众人才发现，这些病床道具的布置都是与他们经历的一模一样。这里有他们所有的资料，并且拥有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曾经经历过重大事故，而且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此时小电视开始播放了起来，一段改造心脏的医疗手术。随后倒计时5分钟，他们继续寻找线索。中年大叔在枕头中找到了 CT 片，他们通过幻灯片观察找出了线索，原来这是一种手语。EKG 则是心电图缩写。小美却一旁开始疯狂地破坏摄像头，向小帅解释道小黑发现了罐子里的毒气，将会随着倒计时开始释放，而大家都认为小美疯了，这时候只能靠他们自己了。他们找来了心测图，开始测量小帅的心电，发现失败了，小帅的心率太低了，于是找来中年大叔开始测量，然而依旧失败。小黑准备对大叔使用电击，以达到极限心率。中年大叔也是一度抗拒，而看到毒气即将释放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随着一声电击，中年大叔就倒下，开始抽搐。大叔直接狗带，倒计时结束，气体释放。而此时小黑才明白，最低心率才是打开的正确方式。小黑成功的进入了第6关。一旁的小帅劝说小美赶紧逃离到下一关，而小美还在破坏摄像头，她并没有打算离开这里。随着毒气的摄入过多，小美口吐白沫倒地。来到第6关，两人发现了一个旋转的阀门，将其打了开来。而此时他们发现了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，上面提示到两人已经中毒，他们必须找到解药。此时他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幻觉，整个房间开始天旋地转，两人已经找不着北了。跌撞中，小帅无意中找到了解药，上面提示到解药只有一个。小帅生怕小黑不知道，说出了自己找到了解药。小黑直接扑了上来，准备抢走，两人扭打了起来。小黑抓住了小帅的大腿，直接给干脱节了。不料小黑成功被小帅反杀，小帅也得到了解药。此时我们通过场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们其实并没有中毒，只是意识被麻醉了。剩下的小帅则来到了最后一关，另一边的工作人员则开始清理5号关卡。他们看到了氧气罩，此时小美却突然站了起来，随后工作人员被放倒。细心的小伙伴就能发现，在之前的镜头就出现了呼吸管。小美捡起了枪逃了出去，而另一边的小帅来到房间，又是数字密码解锁。他挪动了数字，随后触发了机关，一面墙开始向他碾压而来。他开始疯狂地找线索，在图纸发现了上面写着追随光明绿色生机，而小帅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。随后他看到了书架上的绿色书籍，将其取了下来，打开上面写着每每历史洪流当中见证另一人之死，揭开时间的伟大奥秘，同时保你全身可退。小帅则误以为是钟表，开始疯狂地寻找，却并没有发现钟表类的物品。再回到第1句见证另一人之死提示，他发现了墙上的图案都有特定的指向，这刚好对应的是时间表的刻钟。随后他推演出了4位数字，他按照顺序数字依次推进。然而不幸的是，门并没有打开，而对面的墙体开始快速地向他碾压而来，密闭的空间即将被压缩完毕。在最后时刻，小帅找到了盾牌，躲进了壁炉中，成功躲过一劫，门也终于打开。这恰好印证了图纸上的线索。小帅惶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切，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。你以为他是幕后策划者吗？然而他只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。他向小帅解释了这一切，原来邀请他们参加游戏只是提供给富豪的一场真人直播，他们则以此牟利。神秘人也是不讲武德，聊着聊着就勒上了脖子。
情急之下，小帅不得已将腿上扎进的小木块直接送到了他腿上，可是这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此时游戏屏幕却亮起了小美的头像，小美朝着他开了一枪，神秘人一个闪现躲了起来，随后一个背后偷袭成功制服了小美。此时他却因为话太多被小帅放倒，伴随枪声的响起直接狗带，两人也是成功逃了出去。小美则去报了警。佛伯勒来到了现场，却早已人去楼空。小美还在极力地解释道，而佛伯勒看着眼前的废墟，并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。半年之后的两人发现，密室逃生的另外几人全部被报道成意外身亡。小美通过资料线索发现了他们另一个坐标。小美为了获得真相，买了机票，邀请小帅一同前往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幕后操纵者早已经在设计他们在飞机上的陷阱。这个电影最可怕之处就是，你以为两人逃出了密室就是成功逃生，而外面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密室，两人一举一动还是被监视着。不得不说，好奇心会害死猫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天上也没有馅饼掉。还有出门记得随身带门把手，喜欢的点个关注，说不定哪天你也会收到神秘的盒子。